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艳红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和 McQueen 这个品牌合作的第2期。这次呢，我们一共创作了5套造型。我自己是觉得这次的造型呢，比上一次要更默契一些，所以在头饰和服装的默契度上会有更高的一个融合。这次我们的拍摄是在意大利进行的，还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？所以说这次的头饰呢，我也是把它寄到意大利去进行拍摄的，吸取了第1次的教训。这次我们设计的头饰都是尽量的避免大件，还有一些易损易折断的材料，这些都没有再用了。这次我们运用了更多的金属的元素。也和上次一样，我们这次的头饰和服装的设计和制作都是在同时进行的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草图来配合制作。那 Janice 呢，他们呢就会给到大致一个他们想要的头饰的一个感觉，然后呢我来进行饰品的制作。首先呢，我来说一下这件纯手工的白色绣球婚纱，整个裙身呢都是纯手工绣上去的白色的绣球花瓣。在上半身的部分呢，用到了橙色的手工穿珠，非常的华丽和重工。那头饰的部分呢，我们为了呼应这套婚纱的华丽，这里呢我们也用到了手工立体绣的工艺。先用 EVA 打个底，再在上面贴合和缝制蕾丝的绣片。为了增加细节呢，我们在每一个绣片的细节的地方都缝制了1到2毫米的米珠和珍珠。这个工序呢，花费的时间会更多一些。为了和服装相呼应，在头饰的部分呢，也搭配了同色的橙色米珠，在空隙的地方缝制了大小不一的珍珠的点缀。头冠的背后部分也缝制上了蕾丝和米珠点缀，背后再搭配1条5米长的头纱。怎么样？这套重工婚纱造型有没有女王的感觉呢？那第2套造型呢？这条裙子也是超级的喜欢，在衣服的中间呢，用到了各种米珠，绣出了立体的藤蔓，不规则的裙摆又仙气十足，有一种神秘而又仙气的感觉。刚开始呢，Janice告诉我她想要一个笼子一样的头饰，我当时还非常的诧异，为什么要把笼子罩在头上？后面做出的效果真的是超级棒，里面的这个立体的造型是一个难点。怎么样去用金属编织成一个笼子，然后罩在头上，也是一个比较花时间去研究的一个事情。最后呢，我将花片的边缘给裁剪下来，然后一条一条的固定在铜片上。这里就需要计算一下角度，因为不能太稀或者是太密，角度高了矮了都会影响最后的收口，也要考虑怎样可以套进模特的头而不戳到模特，所以这里最后留了一个活口，然后方便便于佩戴。在金属条上面，这里为了呼应服装上面的黑色和白色的绣珠，也增加了黑白的串珠，顶部是白色的半面珠。那第3套服装呢，就采用了巴洛克的风格和皮革相搭配的元素，有一种光泽与缎面的冲突感，颜色为金色、银色、CK 金的搭配。皮革的部分呢，让整个设计显得比较帅气。这里呢，我们的皇冠部分也增加了天使的元素。搭配服装呢，也运用到了金色、银色和 CK 金的色彩，再搭配上一些水钻的配饰，呼应巴洛克的风格。那么其实我们这一套呢，也是比较惊艳的。第4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套，整套采用了亚金色，裙子下面是一些复古的建筑。其实这个裙子的设计还是蛮特别的，不得不夸的就是 Janice 他们的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，也非常的有质感，再增加一点点的细节。这套头饰的结构拆分来看，其实还是蛮简单的，但效果真心是不错的。最后一套是金色的布料配绿色的绣花，因为我们平时都是用手机来拍图，所以会有一个色差的问题。绿色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，所以这个绿色就配了非常多次。最后我们用到的是这种嫩绿色来呼应裙子上面的这个绿色的绣花。这次的拍摄风格呢，相比于上次米兰时装周的风格会更华丽一些，
整个设计的风格也比较统一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次的效果比上次要好一点。Marquin 这个品牌的设计师也是华裔，也非常的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。这次采用的拍摄团队也大部分是中国人，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手艺的无限可能性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展示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